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天地剑心水龙吟撞档，3部古装大剧确定对打，诚意会是最终赢家吗？你们说说看啊，这年头追剧也太难了吧！我刚打开视频软件想找点下饭剧，结果首页上3部古装大剧同时蹦出来，直接把选择困难症患者逼到墙角。《暗河传》才播了没几天，《天地剑心》和《水龙吟》就紧跟着定档，这哪是排播啊，分明是搞军备竞赛。先说最让我纠结的《天地剑心》吧，诚意这个月简直住在热搜上了。前脚赴山海刚大结局，后脚王权富贵就来了。我盯着预告片里他那头白发战损造型看了半天，这哥们是跟化妆师有仇吗？每次都要把自己折腾得这么惨。不过说实话，程毅演这种美强惨角色确实拿手。上次赴山海里吐血镜头都能剪成集锦了。李一桐这次演的小蜘蛛精青铜倒是挺新鲜，原著里这个角色戏份不多，剧版好像给他加了不少成长线。我看过片段，她穿着粉裙子在竹林里转圈的样子，莫名让我想起当年刘亦菲的小龙女。不过粉丝别骂我啊，就是随口一说。说到档期安排真是绝了，天地剑心非要挤在10月25日开播，跟另外2部剧就差1-2天，制作方是不是算过黄历啊？不过诚意现在确实有底气这么玩，听说赴山海播的时候平台服务器崩过2次。这次陶厂直接给天地剑心准备了3条备份线路。再来看看罗云熙的水龙吟，这部剧的卖相是真的华丽，服化道精致的跟博物馆展品似的。但让我纳闷的是，罗云熙怎么又在演被迫卷入江湖纷争的角色？从润玉到澹台烬再到唐丽慈，这哥们是不是被编剧集体针对了啊？不过芒果台这次挺下本钱的，先往后台的排播方式很少见了。10月24日网络首播，隔1周就上星播出，明显是想双线通吃。林允和包尚恩那几个女演员的定妆照我也看了，确实养眼。但总觉得现在古装剧的女主团越来越像流水线产品了。说到武侠剧的打戏，《暗河传》倒是让人眼前一亮。龚俊这次完全颠覆了以往形象，打戏都是实打实的兵器碰撞，威亚用的少。就是这剧的色调太暗了，晚上关灯看差点以为自己在看黑白电影。现在这3部剧的营销也很有意思。天地剑心主打程毅李一桐的 CP 感，放出来的花絮里2人对视镜头甜得发齁。水龙吟疯狂营销服化道，连群演的头饰都要买热搜。暗河传则强调硬核武侠，官方账号天天发打戏教学视频。我扒了扒数据，发现个有趣现象，天地剑心的预约人数比另外2部加起来还多，但水龙吟的海外热度更高，越南那边已经有人开始仿妆了。暗河传的豆瓣讨论组最活跃，天天有人分析武打镜头里的专业动作。罗云熙38岁在演古装美男，弹幕里有人在刷爷爷年轻时的梗。程毅倒是正值巅峰期，但连着演同类型角色难免让人审美疲劳。龚俊尝试转型硬汉风格是好事，就是不知道观众买不买单。制作规格方面，水龙吟明显财大气粗，听说单集成本吊打另外2部，但烧钱多不等于好看啊。去年某 S 家大剧扑街的教训还热乎着呢。天地剑心靠着狐妖小红娘的 IP 基础，原著粉就已经撑起半边天。暗河传更聪明，直接绑定少年歌行宇宙吃情怀红利。你们发现没有，现在古装剧的宣发周期越来越长了。天地剑心半年前就开始放概念海报，水龙吟开机仪式就买了热搜。暗河传更夸张，连选角过程都要做成纪录片。这波热度要持续到年底的话，
其他类型的剧根本挤不进市场。我比较好奇的是，这种同题材扎堆播出，到底利好谁？平台方肯定乐见其成，毕竟话题度炒起来了，演员团队应该挺焦虑的。同期对比太容易暴露短板，最惨的是我们观众，钱包和时间都不够用啊！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偏偏是这3个演员撞档期？我查了下他们的待播剧库存，发现成毅还有2部古装炖货，罗云熙在拍现代剧，龚俊接了现实题材电影。所以这次对决，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在古装领域的收官之战。当我们在比较这些剧集的时候，到底是在比剧本、比制作、比演技，还是在比谁更会营销？前2天我看到水龙吟的热搜词条是罗云熙睫毛在雪地里投下的阴影。这届宣发团队真是越来越玄学了。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成毅献唱天地建心 OST 和所剧，一开口王权富贵宿命感直接拉满。成毅献唱天地建心 OST 和所剧，他一开口我的整个灵魂都好像在震颤。从来没听过成毅老师唱这种类型的歌曲，真假音转换简直也太自然了吧！光是听歌名和所剧，小花就已经脑补出成毅饰演的王权富贵手握王权剑的样子了，既有一剑破青云的霸气，又藏着挣脱枷锁的隐忍，这歌声简直是为王权富贵量身定做一般。天地藏格局，剑心显风骨。成毅用演技勾勒出王权富贵的成长弧光，从兵人到追光者，因青铜而窥见自由，为信念去直面万剑，那份对苍生与自由的坚守，早透过偶尔的片花戳中人心。再配上他所演唱的 OST 和所剧，使得整个人物更显张力。不惧天命笑我仍少年，不惧穿心万箭，亦不惧剑出鞘指向那深渊。不为前尘散尽恩与怨，不为置身云端，唯我心天地可见。和所剧的歌词配上成毅老师独特的嗓音，他一开口王权富贵的宿命感就直接拉满了。这大概就是角色最好的自白吧。突然想看天地建心的迫切心情怎么也压不住了。话说，真的不能今天就播吗？可爱的果果们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剧还没播，口号说来就来，爱上王权富贵，人生大富大贵。很久都没有看过成毅老师演与爱情有关的剧了，还记得当初的司凤、应渊、唐周、玄烨，还有傅云深，那深情起来，连身边的母蚊子都得掉鸡皮疙瘩。这下可不能放过我们那个连看电线杆都能深情的不得了的成毅老师啦！不惧万箭穿心，去找寻心中之道。我们会陪富贵少爷一起看遍万水千山。祝天地建心大爆！祝成毅老师越来越好！成毅天地建心新花絮时间更新，果果们一起蹲守。总感觉最近的果果们就像是掉进了蜜糖罐子里一样，新的物料怎么看也看不完。明日10点整，天地建心将会更新成毅老师单人花絮部分，果果们千万不要错过啦！明天看完了富贵少爷的花絮部分后，也别忘记我们姬太子的开机图、概念海报以及概念片幸好时间基本都是错开的，不然真的是恨不得全身长满眼睛呀！看过了今日份的成毅老师，也看到了他眼睛亮闪闪的和大家打招呼，即使不在现场，对于那份双向奔赴的感情也依然的感同身受。或许因为有很好的人在心里，所以平淡的生活很有意思吧。小花会永远心怀期待的迎接新的一天，因为我相信惊喜总会在下一秒出现。